在这场记者会上，秦刚直面犀利提问，驳斥西方对中国外交贴标签的抹黑谬论。近年来，一些西方政客和媒体别有用心地将中国外交形容为“战狼外交”。新加坡海峡时报记者就此提问：中国是否抛弃了以往被视为强硬的标签？秦刚回应称，所谓的“战狼外交”就是一个话语陷阱，制造这个话语陷阱的人，要么不懂中国和中国外交，要么无视事实，别有用心。这是个有意思的问题。记得我刚到美国任大使的时候，美国媒体惊呼：“中国战狼来了！”现在我回来当外长了，这称号又不给我了，我还真有点若有所失。中国的外交有足够的厚道与善意，但当豺狼当道，恶狼来袭时，中国的外交官必须与狼共舞，保家卫国。他表示，当今世界并不太平，新征程上的中国外交迎难而上，勇于担当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营造良好外部环境。秦刚还预告，今年中国将以元首外交为引领，全力办好首次中国加中亚5国元首峰会和第3届“一带一路”国际合作高峰论坛2大主场外交，不断展现中国外交的独特风范。这样的一个年份非常特殊，非常重要，举办“一带一路”，举办中国和中亚元首的高峰会，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啊，就是中国的这个外交展现出来一个全球大国外交的特点。我们今年的这个外交的这个重点啊，是中国和中亚，是一带一路啊，这个主场外交重点。可见什么呢？可见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外交现在真正有了更多的全球大的布局，既重视跟发达国家的关系，也重视跟周边国家、发展中国家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均衡化的一个特点。今年是“一带一路”倡议10周年，秦刚强调，“一带一路”倡议是中国发起、各方共建、世界共享的优质公共产品，因为优质实用，所以广受欢迎。迄今已吸引了世界上超过3/4的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参与其中。他还引用了一组数据，倡议拉动近1万亿美元投资规模，形成3000多个合作项目，为沿线国家创造42万个工作岗位，让近4000万人摆脱贫困。鲁班工坊帮助20多个国家的年轻人掌握了职业技能，中欧班列迄今已开行65000列，中老铁路让老挝从陆锁国变成陆联国。中国的发展经验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高度关注。在回答埃及鲁兹尤素福杂志记者提问时，秦刚总结了中国式现代化的5个特征：1是独立自主，2是人民至上，3是和平发展，4是开放包容，5是团结奋斗。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国家，整体迈入现代化，这将是人类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，对世界具有重大的意义。中国的成功发展，充分证明，各国完全有权利、有能力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，将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。秦刚今天也自信谈及所谓“战狼外交”话题，他还特别点赞新加坡记者的提问很有意思。您对此又是如何看呢？如果说新加坡海峡时报记者提了个很有意思的问题，那么今天大国外长的回答就更见分量、更有意义，乃至更具显著性了。那么这个故事它所见证的正是秦刚对战狼外交令人信服的定性。它就是一个话语陷阱，它的制造者要么不懂中国和中国外交，要么就是无视事实，别有用心。如果说战狼外交是西方政客与舆论场强加给中国外交的称号的标签，那么今天大国外长他用举重若轻的自信回答，把这个标签给生生扯下来了。而且呢，秦刚在回答的最后也确实展现了大国外长的真性情。中国外交有足够的厚道与善意，但是当豺狼当道，恶狼来袭，中国的外交官必须与狼共舞，保家卫国。这是中国外交官群体对不信邪、不怕压、不避难再一次的血性表达。当然了，拆穿战狼外交这一话语陷阱，拆下被强加的
话语标签，并不意味着来自西方的类似攻击就会消失，就会绝迹。今天秦刚最后呢，他也坦诚，现在中国比以往更加容易上热搜、被围观，但是呢，我们手中的麦克风还不够多，音量还不够响，舞台上也还有不少的麦霸，所以这关涉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议程，这也是大国期待破题解决的紧迫议程。应该说，秦刚今天的记者会被全球围观，也上了全球热搜。大国的外长声量、构想量成了全球舆论场上的麦霸。有了这样的丰富实践与成功案例，相信他对中国争取国际话语权的破题思考与布局推进，一定有了解决的全案。好的，也谢谢管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，谢谢。